小伙伴们看，大阪城里的小猫，它没见过我，它怕我。嗨，别打扰人家了。嘿，大家伙早喽！8月2号，星期五了，又一周过去了，新的一个月。上个月因为比赛后几天没法正常训练，上个月就跑了420多公里，不到430。昨天是休息日，就早晨轻松跑了7公里，去大阪城绕了一圈。今天是8月的第一个正常的训练日。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聊一场马拉松比赛之后，就身体上我经历过的一些影响。在说这事儿之前，我得先跟大家吐槽个事儿。本来我是想一整期说这个的，后来一想不一定发得出来，简单说说，就是当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当地银行的账户，绑定的收短信的手机是国内的号码。这昨天前天要着急操作一些东西，因为现在银行大家都知道，你干点什么都得收验证码，在收了5次左右验证码之后，再也收不到了。又着急因为你收不到验证码，你什么都弄不了。给银行打电话，银行说他们没问题。后来就给运营商打电话，中国联通他们亲口说，这个银行用的1068、1069这2个网段，他们会屏蔽一些号。他们也亲口说，确实看到银行给我发短信了，但是我确实没收到。最后一整天折腾也没解决，到第2天又能收到了。我是个做技术的，我能猜到，一般这种就是可能被风控，然后第2天放你出来。但是这是银行啊，小伙伴们。那说句不好听的，现在说防垃圾短信、防骚扰电话、防各种的欺诈。但是我这时候假设我真的是个有钱人，我开通了银行的刷卡短信提醒。对了，基本上海外银行的刷卡短信都是要付费的服务，那我被盗刷了我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说就骚扰电话这事儿，各位也都有亲身经历，一天得接多少？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银行需要操作的，注意吧，有可能就是那个几分钟在频繁的接收。对，我这么说可能又认怂了，但是没办法呀，好些事儿你不认怂没辙呀。今天还是在周围瞎转一圈，去大阪城。今天第一个训练日，争取努力练。最近这边也都是不是在装修，就是在施工，在盖楼。到这季节，反正一场比赛之后，对身体不同阶段不同的影响吧。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刚才那事儿怎么解决呢？不是过了1天能收着了吗？果断我赶紧把号码给改了，就到此为止。我知道大家都明白，我也明白，没办法了，对吧？现在人类科技还是就不适合这么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要屏蔽一个东西，那我要屏蔽马上这个词儿。小时候学造句都有这种迷之玩笑，对吧？比方说马上，安成山说我马上去，我马上干。假设我要把这词儿干掉，有这词儿都不行，那就尴尬了呀。因为你想，比方我骑马上战场怎么办，对吧？因为每种语言它不一样啊，是不是？行，到此为止，跟大家说说比赛之后这身体的事儿。你今天差不多是我100公里之后的1个月，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
我掉了3个脚指甲，2个大拇指的和一个右脚食指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是在7月20号左右掉的，然后另外2个呢是在前天掉的，就是7月，可能是7月底，就整1个月的时候。而且掉指甲这个过程呢，虽然不疼没感觉，但是挺别扭的，因为那个指甲跟那个就是咱们说那个指甲月牙那块皮肤连的还是挺紧的，就算这指甲根儿已经折了坏了，那块连的也是挺紧的。就最后它已经完全脱落了，就那儿连着，你就得想办法一点给它撕断。那指甲为什么掉呢？就是大家掉过指甲的，观察你那新指甲生长的过程，它其实不是从指甲根儿一上来就那么厚，然后长出一个指甲越长越长，它其实是一层一层的。对，当时100公里之后，2个大拇指最先有明确的感觉，就肯定得掉，因为特别疼，甲床都是水肿的，因为就指甲带着它底下那块皮，指甲和底下那块皮再往下的部分出现了水肿和损伤，导致呢指甲带着甲床那层皮整个就死掉了，就这样。这是我第3次出现这种情况，大拇指是第1次。我相信好多小伙伴都有过黑指甲然后脱落的情况，很多时候就是在高强度比赛出现。我第1次出现是比较意外，这个不说。第2次就是我第1次的正式比赛破3，无锡马拉松是11月份举办的那一次。就说什么呢？就是强度和能力不符的时候，身体就会有损伤。那你说，有人说那是不是有精神力量啊？强度跟能力不符还能跑得比能力快？其实也不是，就是各位看，像我国的有些运动员，就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去参加柏林的那些人，就是 160X 第1代穿上去的那些人，后来晒他们比赛之后的脚，也可能是鞋号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更多可能就是强度对他们来说快接近他们的天花板，把自己的能力爆发出来，这脚都磨烂了，对吧？大部分人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发挥不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因为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我们又不指着这拿名次吃饭，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动力。而我这2次，无锡那次是因为之前疲劳没恢复，但是我又想拿好成绩，精神动力比较大。还有一次，这次100公里是没办法，因为第1次100公里它确实太长了，能力达不到，但是又得完赛。就是这100公里对我来说，就是完赛，就是对我来说的能力就是超负荷了，所以有损伤。所以黑指甲很正常。您要是说总这样，那说明您比不黑的人付出的努力大。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您的能力还不够。就像现在如果我全力跑马拉松比赛，42公里，我觉得怎么样都不太可能黑指甲了。因为黑指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天100公里比赛赛场上说的，就是你会有刹车效应，因为你能力达不到了。而像我现在跑全程马拉松，也几乎不会有刹车效应了，可能最后1-2公里，或者是2-3公里会有一点点，但是以前可能从24公里开始就不行了，那就不一样。所以黑指甲是支撑不住的时候会发生，然后其他的我还经历过一次比赛后生病。
就是两次，一次严重，一次不严重。咱们先说不严重那次，不严重那次是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那天我跑了3小时54分多，就第一次进到3小时55。在那之后就严重的流感了，导致最后在那边玩的最后1周多都没玩的太好，就发烧难受。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也能理解，就是比赛之后免疫力下降了，身体在修复比赛的损伤，造成你的免疫系统有这个叫什么窗口期或者开天窗的现象，它就不工作了，导致一下你就病了。为什么呢？还是那个原因，那是我第一次跑进3小时55，那说明是很艰难的，确实很艰难。那最后冲刺那儿就是拖着抽筋的腿硬往前干，再加上11到12个小时的时差，而且那一年是我比较拼的一年。在芝加哥马拉松之前这1个月，我参加了北京的奥运距离的半程铁人3项，然后参加了北京马拉松，然后又飞了半个地球去芝加哥，导致了一些疲劳的积累。但是这次不严重，就正常的流感。然后还有一次就比较严重，就是有一场比较拼的比赛之后，然后特高兴，觉得拼下来了。但是当时没事儿，当天呢就正常的像所有比赛完成之后那样大吃大喝了一下。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坚决比赛完的那一天当天不大吃大喝了。那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也没有现在这感觉，觉得睡一觉就好了。结果当天睡到半夜就不行了，就腹部剧痛，就不是吃坏东西那种痛，就整个肚子疼，绞着疼。然后第二天整个人就不好了。可能是肠胃系统出了问题，就并不是说像我们闹肚子说闹一天就好了，并没有，大概难受了3天，然后中间还伴有发烧，好特别慢。那次给我后悔坏了，因为本来应该挺开心的，赛后几天就因为肠胃问题错失了。那除了这种对身体造成明显比方生病了以外，还有什么影响呢？我跟大家分享分享。刚开始跑步那些年，比赛完了就是浑身疼，一开始是小腿和大腿内侧疼，因为那时候力量还太薄弱，而且一开始还有哪儿疼呢？肩膀疼，因为上半身不放松。有时候大家发现跑长距离跑到后边，是不是就是可能是差不多斜方肌那个位置会酸疼，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缓解不了了。然后磨水泡这事儿，我几乎没有经历过，很少。然后随着成绩的提升，能力的提升，再往后跑完比赛哪儿疼呢？就是大腿后侧、臀部、髋关节酸疼、累。然后肩膀不疼了，因为学会放松了。但是换成哪儿疼了呢？换成这个腮帮子底下、脖子。为什么呢？这看每个人的习惯啊。像我较劲的时候喜欢龇牙咧嘴的，有时一较劲，因为这块你不怎么较劲嘛，对吧？然后再往后，基本上我跑完全马以后，
肌肉酸痛就很少了，到第二天一点点，第3天就完全没有了，就觉得消耗比较大，就那种感觉，身体觉得有点支撑不住，就那一下全都爆发出去了。但是全马还好，就半马之后身体的反应是比较大的。半马之后到当天晚上就开始浑身疼，然后得疼2、3天，因为半马你肌肉的压力太大了，强度太大了。就是半马比全马多的那几%的强度，其实会消耗你更多的东西，叫28法则嘛，或者是19法则。尤其是跑得好的半马，你卡着你的阈值配速跑21公里试试，那真的不是比赛一般人干不下来，是比赛很多人也干不下来。我其实是一个挺能吃苦和挺能对自己下狠心的那种人，我自己的评价。然后就是第一次经历了这种超马，超马这种感觉就又不一样，就跑完以后其实肌肉也不怎么疼。第二天你看大巴车那种特高的台阶我下，基本上也不用太扶着扶手，也能正常下楼。但是呢，你身体会持续好长时间的，就刚才我说的被抽空的那感觉，我大概经历了1周。就这1周，你起来以后，你觉得挺正常，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觉得你只要一运动动起来，马上你就没劲儿了。当然，我猜像练成野口先生那样，他就没事儿，他第3天就恢复22公里一天的训练了。所以人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我只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几个第一次挑战之后的比赛会是什么样。我跟大家说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分享这些东西的人不多，虽然我说的有时候乱七八糟没有中心，表达能力也不行，但是我特别希望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或者说还没有经历过或者刚刚经历这些小伙伴能够看到，就说哦，原来他也这样，就不担心了。就像今天有一评论小伙伴问的，我看特别有意思，说买了配子3特别着急，为什么呢？第一次充完电那充电那线拔来特紧，会不会有问题啊？你们的是不是也这样啊？这就是人的焦虑心理。我跟大家说这些我真实的目的，我除了想通过这个频道有一些收益以外，我最真实的初衷就是想分享这，让大家看看说，哦，我不一定代表所有人，但是我经历过这些，在您经历的时候别害怕，因为我经历过之后，我现在还好，就 OK 了，好吗？哎呀，跑到大阪城了，这一圈绕下来6.5公里，衣服都湿透了，今天穿的落日赛道，加油干，加油干！咱们训练后见了。12公里，喝口水。天太热了，水都是热的。8月2号星期五清晨7点06训练结束，第一个训练日24公里，平均配速5分，平均心率145，还是得喝水，那水管的水都是热的，最后实在不行了，买了个凉的，买了个有气儿的，这种就是纯的碳酸水，没有调味，热量都是0那种。但是就这个训练量，这个强度，喝这个，最后1公里跑回来，觉得肚子有气儿，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我就回忆我那100公里的时候，到最后的好像是20还是30公里，它的补给站就有北海道的一种橙色的，就跟芬达似的那种汽水，就喝着可痛快了，就喝多少都没事，可能也太热了，就感觉喝进去那个碳酸那个气就一下就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喝进去出不来。还没到那么极限，行吧？今天大家聊聊比赛对身体的影响，大家不用担心。好多人说
说马拉松比赛是对身体有损伤的，或者怎么样，是有损伤的。你别说马拉松比赛了，就每天的训练不就是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吗？这个练健美健体的小伙伴们应该更有体会，对吧？你不损伤不修复，怎么能变强大？是不是？大多数运动的损伤，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基本都是最后都能恢复的，它都是一过性的。恢复不了的呢，那也就恢复不了了。这一生做事情总要付出点代价，是不是？哪有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的啊？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